博完眼前所见，摄影心中所想。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无双魔玩分享，我是你们的无双殿堂。那么今天呢，堂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堂主刚刚买的 HT Mark 6环形拆甲。好，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开箱吧。那么先来说这次 Mark 6这个拆甲发售方式啊，首先 Mark 6的2.0呢，单体是2380，拆甲台单独买是2180，那么这个大套呢，拆甲台这个大套是4280。那么就是对于给堂主的感觉来讲啊，对于这个Mark 6 2.0的这个是在2023年元旦那会儿公布的。所以那个时间点来公布这个大套的价格4280，堂主觉得啊，这个价格是相当合理的啊，不是很贵。因为以这个 HT 以往产品这种个惯性啊，定价的惯性来讲的话，它都是涨价很厉害的。你像这个2018年的元旦，当时公布的是合金 Mark 4啊，合金 Mark 4的这个拆甲台套装，那么当时2018年元旦那个合金 Mark 4的拆甲台的套装就已经到了4080元，所以呢，你要过了这么多年，这个 HT 的这个环形拆甲定价只是4280元，跟这个只差200块钱。但是来讲，这个 Mark 4的这个合金 Mark 4的这个拆甲台套装，首先它 Mark 4用的主体是用的这个合金 Mark 6，直接沿用过来的这个模具，没有任何新规，就是改了配色跟这个胸口这个胸口装甲这个灯的造型。然后呢，它那个拆甲台最坑的是，它这个拆甲台用的直接就是2010年的这个塑料版 Mark 4拆甲台的这个模具，也就是说那个拆甲台它并不是合金的，它用的是老模具啊，10年前的这个模具，就是增加了一些污渍。并且那个Mark 4的真人头标用的是调式3.0的头，也就是说整个套件下来所有的东西只有包装壳是新的，所有东西都是旧的。在用旧模具的这个情况下出的这个新品，它的定价呢来到了4080元，但是过了这么5年之后的时间再出的这环形拆甲这个套装呢，只涨了200块钱。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你按照现在这个 HT 定，你要 Mark 42这个2.0，普通版是2930，豪华版是3180。那么你看现在的单体的2.0已经是在3000元了，所以呢，那个堂主觉得这个去年这个 Mark 6出来这个定价呢，还是相较于其他产品而言是比较合理的。HT 在这回不单首次加入了钢铁侠的可动点，还把这个整个的价格控制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个范围。取出的人物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 Mark 6的这个主体。Mark 6这个主体呢，在初上手就给人的感觉啊，就是跟堂主当年玩这个 Mark 6的合金 1.0 来讲呢，几乎是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次这个 Mark 6完全就是为了这个拆甲台做的一些这个，比如装甲这个可以替换呀，增加了这些属性，其他东西完全一样，涂装各方面没有任何的区别，主体结构也都是完全一样。不过这回因为堂主这个是2024年的这个8月10号、15号出的这个第2批货。那么第2批货相对于1个多月前第1批货来讲的话，当时第1批货出来，它这个扰流板现在之后这个背部的这个出气口还是进气格栅等等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它没有涂装2.0呢把这个涂装给补上了，这一点呢非常好。另外就是小腿部分，
小腿肚打开这个装甲，这个第一批货出货的时候，它这些线缆这些细节这个东西涂装全都没有，被阉割掉了。还以为那2.0就已经是彻底躺平了，没有这些这个细节了。结果呢，在这个第二批货出货，把这个东西给补上了。哎，这一点呢，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这个拿出这个 Mark 6 2.0的同时堂主给你拿一个堂主这个 Mark 4合金 1.0 拆甲套里边的 Mark 4，可以看就是整个这个造型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各方面的装甲都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就是区别一个是涂装，一个是胸口这个灯。那么对于堂主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Mark 6，因为它这个涂装特点就是它这个2个大腿部分全方位的全部都是这个金属色，就是金色的这个涂装颜色，就感觉这个大腿只要你是浅色的并且是亮色，那么就会感觉视觉效果比较粗壮，比较大。你要是黑色，你就会显得瘦。你像人穿衣服也是，你要穿浅色，你就会显得胖；如果你穿深色的黑色的，你会显得瘦。这是一个视觉观感。像这个金色又大又亮，就是感觉这个双腿非常非常有力量。另外再加上这个胸口的倒三角这个灯的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的这个喜欢。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次附带了这个战损的替换件。当然，这个战损替换件就在于这个头雕跟这个胸甲，替换起来呢非常简单，就是把这2块的这个装甲直接拆下安装上就可以了。不过这个 HD 的这个战损一直是了胜于无那种存在，有就比没有强，做的呢是非常非常肉的，并不精细。其实以前10几年前那个塑料版的战损做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但是合金版的一直做的战损就不太理想。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开灯方式。这个 Mark 6的这个 2.0 呢，实际上它因为模具用的就是 1.0 的，所以它没有一键开启，还是按照老的这个安装这个纽扣电池的这个方式。这个呢，安装纽扣的电池呢，这个方式呢，主要就是它特别的不方便，开关一次都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钢铁侠这颗真人头这颗头呢，一开始这个官图公布的时候，可以说就是非常的不好因为它那个官图这个样子实在是太老了。那么实物在出货之后呢，因为它的细节没有办法100%的还原官图所以经过这个缩水之后呢，看起来没有那么老，但是这颗表情头来讲，看着还是不像，就是跟小罗伯特·唐尼感觉还是有所出入。然后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合金拆甲4这个托尼的这颗裸头，就是这么一比较的话，这个新头呢，Mark 6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大了一圈，并且你要说这个头的这个象征度呢，其实堂主感觉好像还是这个Mark 4的这个象征度更高一些。Mark 4这个模具是很早以前那个调试3.0的模具，反正现在看呢依然是效果非常不错的。不知道屏幕前各位你们觉得哪颗头呢更加的这个好看？这个 Mark 6 2.0 那个托尼·斯塔克头雕呢是 HD 首次对于钢铁侠引入这个可动眼。那么开启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后盖打开，后边有2个这个拨钮直接伸进去，你去调这个眼球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个 Mark 6呢，堂主强烈建议大家买的时候还是买这个套装版，因为这些内购的这些替换件就是只有套装版才有，你单体是没有的，甚至于你买这个单体的这个，无论是人形还是拆甲台它都是没有这些替换件的。而且这些替换件呢，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都是用磁吸。包括这装甲这些都是合金的磁吸，所以手感非常好。这些呢，内购件当然是这个塑料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你给它替换上之后
就非常非常好看啊。这个肩胛比较麻烦，咱们就先不替换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模型里啊附带一个后背的。因为 Mark 6早期这个合金的模具它是装不上这个没有办法替换的，它是给那个拆架台作为这个后边这个机械手抓着造型的这种展示。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个主体啊，就是拆架台部分。好，那经过一个简单的组装呢，咱们把这个环形拆甲啊也组装完成了。哇塞，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感觉啊就是无比的震撼。那堂主啊把这个当年1.0这个合金1.0这个Mark 6地毯拿来，就是你跟这个一比较，哇塞，这个1.0这个简直就太小了。1.0这个你就可以给它当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钢铁侠刚刚要落地的时候那个状态，刚起来那个状态了。1.0呢，这个有一个灯效，但是相比较起来呢，1.0这个实在是太小了，完全就不够看了。然后当我再把那个 Mark 4拆甲这个地毯，拿出来你看看，就相较而言，这个 Mark 4拆甲这个。它就是相对来讲啊有点单调，就是从视觉效果来说呢，还是这个环形拆甲这个冲击力啊相当的强。现在咱们把这个相应的一些可以着装的这个效果的配件呢，一些装甲的这些配件呢，咱们在相应的这个机械手臂上啊给它进行一个搭载。这就是搭载之后这个效果。然后呢，这个钢铁侠为了避免在这个台阶上站不稳，模型内部呢给你一个这个在台阶上的这个拖裆的这个支架，这样呢让你可以模仿这个钢铁侠呢从这个台阶上走下来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这个拆甲台最牛的地方，它附带这个灯效，可以说非常的无敌啊！接上这个灯效之后，这个效果简直是拉满了，可以完全作为一个镇宅的超级不错的这个产品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对这款环形拆甲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是它的这个定价堂主说了它是相对来讲还算很合理的。然后就是它的体积相当的巨大，从拿到包装盒那一刻开始就无敌的这个巨大。然后拆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钢铁侠只占这包装盒大概2/5左右，剩下3/5都是这个巨大的环形拆甲。而且环形拆甲就搭载之后，它上面这个效果可以说令人是非常的满意的，因为它这个机械臂可以有多种的这个造型它有多角度的这个造型，你可以随意的这个安插摆放。它这个整个环体呢有很多的孔位，你插在什么位置都可以。这个造型呢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它还有这个灯效，就是环形拆甲里边有灯效，台阶有灯效每一层台阶都有灯效，两边的这个装饰条也有灯效，而且呢灯光有蓝色有黄色，整体呢交融在一起，它这个效果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并且呢，托尼·斯塔克这回是 HT 首款搭载真人头雕可动眼的这项技术。虽然说面向的还原度呢还有一定的可以进化的空间，但是目前来讲HT 做了上百款钢铁侠，终于有了头一款的可动眼，这也是非常令人值得一个收藏这么一个点。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堂主的摄影作品展示，如果喜欢的话，记得长按点赞大拇指，我继续分享给你看，拜拜。